杜老师，你今天有卖台积电对不对？大家要记得，今天大盘开高的时候，涨幅不是电子股哦。我今天会卖股票，是今天的涨幅是，它现在是2位数，有可能会涨到3位数。我们推荐这个股票到明年5月份应该都还没有问题。今天请到的是股市的老先觉杜金龙老师，老师你好。老师好。2位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都在想哦，这一波的震荡到底会持续多久？老师你怎么看？我们本来规划这个主升段啊，从去年的17306 13个月是应该在3月份啊，可是我们4月份、5月份又大涨，而且这2个月涨得很凶，涨了大概4成嘛啊，所以6月份进入6月3号就开始震荡啊，一口气就跌了4500多点啊，大概从高点下来大概9%左右哈，那跟3月初一样，3月份的也是一口气跌了差不多4万。可是那时候高点比较低，所以跌了11%，所以大概回那个9%到10%都是目前正常的一个回档幅度哈。那刚才主持人讲嘛，我们上个礼拜更可怕，来回每天都是1000不管下啊。那像今天我们录影的时间也是一样啊，开盘就大概1600左右啊，都有时候会留上影线了哈。那如果低的话就下来，有一次还拉1000点的下影线，所以现在震荡幅度大家都习惯1000点啦。那有一个东西我们会注意，就是说你这样来回震荡，你的量是不是跟以前一样会增加到1.9兆？目前不是哦，目前震来震去成交量只有1.1兆。就代表说，这一次到6月份这个高点完以后，有一部分的钱大概认为已经涨到4万6哈，它稍微落袋，我就在外面啊，你们继续玩的，会继续玩啊，所以我是认为，目前来讲，在这个6月份哦，因为它的主升段比我们想象的来得强，而且这个主升段涨了29000多点哈，就是我们初升段的1787的2.5倍哈。那一般讲，按照波浪理论，你主升段涨1倍就很好，涨2倍已经很好，我们涨到2.5倍，所以你那个11787乘以2.5倍加上起涨点17306，答案就是46700多点，我们答案是46552.16嘛啊，所以大概已经差不多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大盘现在大概在箱型整理。那我们这口气是回4000点，那比较吊诡是期货先回到4万点。它已经回了6000点期货为什么会多回2000点？因为我们未来7、8、9要除息嘛，那除息大概大盘要扣1700点所以期货低点是4万点。我们现在的低点是4万2，那刚才有主持人讲，4万2连涨3天又涨到4万5，又要去摸那个高点。我们最近很吊诡，就是说每次看到他要回档的时候，说这边差不多了，又要回转，又要创历史新高。那我现在对盘势的看法就是说，我们把它抓4000到60004000就是现在4万2那如果6000的话就4万点大概这个箱型。那如果说比较悲观的话，就和平协议签订完以后，大家一定要记得，股市有一句话，买在炮声之中，卖在喇叭声之中。你已经开战的时候都创历史新高，你那个和平协议一签，本来是他生日要签啦，想不到用到6月19号端午节签比较不好反正就是利多再来就会回到基本面，就是汇率的货币政策还有美国的基本面，还有像说那个马斯克的卫星已经上去了嘛，都利多所以现在大家在想说，你这个利多都完以后就回归基本面那我认为大盘我个人看法就好的话就4万2如果比较悲观我们大盘这一波涨了29000多点，回档0.38要11000啦，大概要跌了差不多12%左右。可是这个我们2月26号低点3579，我们把它弄为3万6，可是中间4万到3万6有一个低点叫季线的位置，是38900多点所以我们最悲观的就是在3万8那就是我对大盘。那高点的话，我目前这个字卡波浪理论还是写4万7的那你看到我到明年还是持续看多，写5万3。团队建议给哲青看的一个数字，我觉得相当的惊人超过70%的你其实还没有按订阅。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也喜欢我们节目的话，现在我们来按下订阅吧。按下订阅对你来说是免费的，但对整个下班经济学团队来说，有你的支持跟订阅是这个节目能不能继续做下去做得更好的重要关键。
老师呢，其实已经给大家一个还蛮明确的一个箱型的区间哦。不过其实看起来现在大家现在就心脏都蛮大的，因为基本上就算有一个千元的震荡，也很快就反转上去嘛，而且很少会出现所谓的那种恐慌性杀盘，是不是代表台股的筹码结构已经开始改变了？那如果出现了哪一些讯号，可能才是底部讯号出现的一个关键？我们一般来讲底部的话，你就一直涨，有一个高点高点很简单就会冒量。所以我们现在目前高点46000，量集中市场加 OT 是2.2兆了这个因为我们股票市场跟人类不一样，量是它的因，价是它的果，所以我们会看量那量的话，你总是有一个基数。我们这一次2个市场加起来已经2.2兆，所以我们都会看这个最大量在 M1B 的比重这个全国只有我把民国79人、89人还有这个比例把它算出来那我们前一阵子24、16大概都是3%左右，现在7点多已经很高。可是台湾证券史在民国89年有大概8.4，换算我们现在 M1B 30兆的话，大概会到2.5兆，我们现在已经2.2兆达标了，所以主升段达标那民国79年我们这个指标有 10%去乘以31兆就是3兆所以我们目前最大量已经是2.5兆我们上次有讲，我们下一次会到3兆所以还有这是我们一个指标成交量另外一个指标，我们这一波整个大盘推上来是我们自然的。你看今天报纸有报嘛5月份我们的基金规模是15兆是5月份增加的1点多兆，就是我们自然人又冲进去买 ETF 还有一个东西，他只有买 ETF 完以后，有的人买股票会去我们证券商用不限度用途的贷款贷款现在因为证券商的净值已经满了，所以他们转到哪边去？转到一个刚才讲的一个指标叫融资余额融资余额这个图你看它很简单我们最近的话是5700多亿，有没有它这一波起涨是2900嘛完以后5000多短线涨很多，涨了大概190几%，将近2倍那我们融资余额的增加幅度会跟大盘做比较，大盘我们刚才讲我们这一波涨169%嘛，融资余额比大盘来的多，就代表短线过热就会回档，我们真的回了4000多点那我们翻开融资余额，民国89年，你看它5900多亿你除以 0.4 的话，换算那时候整个股票的融资余额的总市值是1兆，非常多因为在民国89年我们只有500家公司，而且那时候总市值是14兆。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集中市场是大概600多家，我们现在总市值到昨天是150兆是它的10倍嘛，所以我们认为融资余额以后明年的主升段我们会到1兆以上所以这个还有后续还有空间，所以我们这一次短线融资余额不是涨太多回档嘛大盘回了 9% 左右，融资余额大概回了 5% 最近又上来，所以只要这一波融资余额的减回的幅度比大盘大，底部就大所以刚才有讲就这个融资余额可以判断头部跟底部的一个增长是还有我们经常讲，上次有讲嘛那个龙头股3台一花台积电、台达电、台光电还有联发科，他们如果从高点下来有回2成，那就代表这一波大概差不多就结束了可是我有听说一件事情杜老师，你今天有卖台积电对不对？这样应该讲说，我从上个礼拜大盘不是高点下来，不是有一次也跌了1000多点嘛？对上个礼拜一这个时刻，大盘跌嘛而且台积电那时候期货台积电跌停板，大家记得这个东西，期货跌停板2150。就是我们现货的起涨点，它后来期货拉下影线，那一天就跌到2225。上个礼拜我就买股票，所以我就赶快那个8点我就在那边算8点40的话，我就打电话给营业员，我说我要挂2235，那开盘2230，所以那一天买到当天的最低价对而且那一天223年的话成交4000多张，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就一直拉当天就涨了80块所以我上个礼拜有礼拜又涨，我本来应该隔日就涨了差不多100块，我应该要把它卖掉，可是因为台积电上个礼拜11号要除息嘛，我忍耐完又礼拜3又开低那一天又大跌，我就赶快又再买台积电买到那个2285完又想不到开高又走低开收盘说最低2265再买那在隔天不是又砍下来砍到最低嘛2215
我本来到一个地方，我本来又再买哈，因为台积电我的印象，只要除息前你买台积电去参加除息，一定会填息。秒填息嘛，可是万一你套牢，它一定会涨上去啊，所以我就买了好几笔啊。因为我上个礼拜有做这个动作，所以礼拜五大涨，我就把台积电第一笔卖了哈，2325赚钱的吧哈。今天我开盘有就挂2350。它开盘就2360，开完很高兴下来现在又上去嘛，可是无关嘛，因为我上礼拜就是买了好几笔台积电，我当然礼拜五卖，今天早上有卖，因为我认为这个大盘是在箱型整理，所以大跌就买大涨就卖我的基本持股目前我大概就降到50%嘛上个礼拜不是大盘4000多点跌了9%，我就补了15%，那我再卖一下就把这个卖一部分那还剩下有去参加价差又赚6块钱的席子，还能赚。我女儿更厉害，她是买台积电，买，每天都赚1、2万，赚了16次，那个是更短线。所以我们这个买卖股票的话很简单，就是说你有时候会买到开盘最低，卖到最高，好，你就判断你认为当天会开低走高，或是开高走低的这个一个技巧。像我们上个礼拜我不是开高留600多点上影线嘛，今天我们不知道，可是今天一开盘就1000多了嘛，对啊，1000多。我认为短线从上来1000已经3000，跌了4000多点，已经弹了3000多点，我可以了啊！这一波短线我赚到了啦！但是老师，我刚刚听你这样讲的话，感觉你子弹够嘛？而且呢，你稍微觉得要进场的时候，你好像都一直可以再逢低再买。你每一次买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啊？我们知道，我们这一次整个大涨大跌，刚才主持人有问我一句话，就说你对这个盘势有什么会不会心惊胆跳？不会啦，因为你只要有钱就不会。最怕是什么样子？也不会哦。最怕是你买完以后，你又用融资完以后，你就说一定要涨，连升就很快。你说一定会涨，它就先跌给你看，后来真的涨，可是你就被洗出来所以刚才主持人问到，我大概目前就持股本来60%，后来它涨太多，我就火大再卖10%，真的卖回了。因为前一阵子只要你卖股票都不是只有涨，是用喷的，完以后我就剩下50%的话，从4月份不是大涨，5月份大涨，中间有一次不是来回1000多点，我做了2、3次的当冲把它卖掉完以后就被洗掉，因为我们4月份、5月份就一路微转，你只要做当冲都是错的啦那这一次的话没有错，我就是持股50%，所以只要有大跌我就买我都会控制部位，我还有多少钱。所以我刚才不是上个礼拜买了3次台积电，第4次要买，我想说如果再买可能手上就比较艰苦一点还要用老婆的户头去买我上次就联华科用老头户头去买，把它卖回完以后，大家每天都跟着我的联华科跟我买回来，或者联华科跟我买回来，所以我没有错啦，我就会控制。所以上个礼拜我买完以后，我剩下一些我就不买就它再跌我就买想不到那天如果买是对的微转上去微转上去我就要把它卖掉嘛，卖掉我就会卖到50%，我就不卖就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这种大幅震荡的话，很简单一个东西，控制你的部位你看你要几成，不要以后说我为什么要几成，那个没人知道了那我就是5成到8成之间做国巨解除处置之后呢，我们看到它又涨停所以呢，关完出来更大尾了，甚至现在外资还调升了它的目标价，说到1500你看到国巨我这张图是从民国83，大家记得国巨是我们大华承销的，另外它发行前身是我们大华发行，所以我们台湾证券史的认购前身是国巨发行。那一天他发行2万多张，我还要签他的名字那国巨这一次的话，它不是有理财4所以你看到它 EPS 只有20块，所以现在被动元件不是涨价嘛那它开始喷出来。那现在流行一个什么？你要除息，他上个礼拜除息6块钱，有没有？先关紧闭，除息完以后就上来那外资卖它，投信一直买，因为我们现在投信今年的除息，他们有一个行情，就是除息前把股票拉上来，除息完以后拿到6块钱息子，所以那一天就开涨停板打到平盘因为他们拿到息子
价差也有就跑今天大盘大涨，所以它又开涨停板哈。对，那被动元件的话，理论上它跟低电一样，今年到明年都没有问题，而且它的成长是抛物线的成长只是说它这个目标价它目前来讲上一次讲1000块现在涨到它自卡是1300嘛，所以外资就把它弄到1500那我们现在外资大盘涨到46000流行什么你知道？这一家公司涨太多，我就把 EPS 大幅调高往右把本益比弄高最有名的就是那个联发科本来赚90几块，后来变成160，现在240本益比以前的联发科大概是差不多20几倍左右，它现在用到45倍，所以目标价就弄到6000块。这一支也是一样就说它 EPS 还没有调高，我还没有看到我现在自卡。那如果说你要1500的话，如果用20块的 EPS要多少这个是我们很多股票的。所以被动元件有一个坏处，就是说它涨的时候很快，因为他们都是比较小所以这难得它把那个国际把这个整个一个被动元件带上来这是目前被动元件还很夯所以我认为它应该看着整个盘势如果大盘还持续走，当然还会有。可是我们也知道嘛，上市的敌人也是这样还有那个机器人也都是这样，等它这一段涨过热完以后短线如果钱又轮到其他的电子股，那它就可能会休息。目前它还是国际是最夯的就是这一个被动元件的龙头。可是如果除了被动元件之外，其实我发现就是很多的财经专家，大家在讨论最多就是记忆体。而记忆体之前被外资降评，然后现在又就开始进入超级涨停板。对啊，那包括像华邦电、南亚科其实大家都很关心老师你怎么看？你看记忆体很多人不是等一下一直喊空，只有我喊多为什么？因为我说南亚科全国最有用的话，就我们大华那个主办它嘛所以我们以前不是南亚科每次变隐现金增资的时候，我们就高档套牢，我们叫南科一梦。这一次不一样了你看它上次的话，不是从涨到那个320几块回到200块破了200块，4个有钱人在222买它。你看那时候本益比6倍，人家现在400多块了有没有没有怎样一样。现在都说这个需求到明年或者大家以为它这个体质改变，所以低任的用量还有被动元件的用量都加。那南亚科现在涨到400多块那 EPS 大家记得 EPS 后年90块90块，所以 local 的目标价是500多块所以500多块。那我买它完以后，以前我也是很有信心买它不卖，后来从300多跌到200多弹上来，我想说每个人都这样，我就卖一半就把成本87.6的收回来。所以我现在南亚科卖了一半，剩下其他的零成本零成本你问我有南亚科没有零成本它不卖的话更好，不卖的话就一直涨涨到400多块。所以我现在很多朋友下来以后，我大概都会来，因为他这一次上来以后，如果说300到260变成支撑因为他上次那个223的样子，那4个有钱人在那边嘛，所以低类股票理论上到明年5月份都有。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你看到他1到5月份的营收成长的69%，大概7倍那 EPS 会增加上来，它以后应该会高配息高配息的话，你目前这个价格400块，因为它经常你看我这个字卡，它上次是跌蛮深的有没有？从高点下来跌大概很多所以大概都跌的时候你就可以去买这是南亚科那再来就华邦电你看后年50块它突破200块它最近比较落后补涨上来所以它有赶上来。所以有的人就说你南亚科太贵，我买华邦电那华邦集团有一个坏处，就有时候会调股票所以它目前也在补涨那以它这个股价来讲还好啦因为赚50块的东西嘛，所以第一类股票这2只大概有了那还有旺宏啦、勤赚这个我大概还是以推荐南亚科跟华邦电为主老师你之前有说你鸿海已经先卖一半了你觉得鸿海之后还有上涨机会吗？我现在卖完以后我都不看他的因为他每次我记得我上次有讲说至少一定要留红因为为什么他每次都最后补涨，这一次也是一样有没有？我们到5月份，你看5月份我昨天在听那个资料5月份外资买现股 ETF 扣掉
买超第一名就鸿海50几万张，所以鸿海不是突破那个我们的265到314嘛？但314很多人问我说多少，说会不会到400？我说先看375，马上又下来啊，有吧？它一下来就不得了哈，涨的话很难啊，只要一下来人家休息的话，它就最后可能再补涨。它 EPS 21块啊，本益比我们经常讲它是非常好的公司嘛，36人来买它。报酬率20%嘛，可是这个21块的话，上次200多块，本益比才10倍嘛，现在已经上来300块的话，大概就15倍啊，那它也是会补涨啊，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说，这个老 AI 哈，老 AI 现在是广达先涨，在前一阵子涨伟创要除息，伟创17块嘛获利啊，它创历史新高完以后。大股东那个副董事长又卖了1500张，这家公司不知道怎样，不是好好的就那后来轮到这个鸿海啊，所以老 AI， 那其实有的人去买那个低价的伺服器的伺服器的低价，还有买 AI PC 的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认为我还是抱着它。目标价多少就可以再买鸿海？它上市是在那个。以前都讲200多块现在已经涨到300块，所以一般来讲大概都修成3成了。我们现在 AI 从高点下来，我都是从最高点算2成5到3成所以看看你它高点现在310几嘛你如果说扣掉2成，大概要扣掉60块，大概就240、250所以其实大家记得，我们现在 AI 股票，万一你买错，从高点下来都得2成到3成所以是大家要心里有数，所以我们一定稍微在选股或是怎样你都有所以大概我对于这个股票说多少很简单，你看高点下来每一只股票不一样大概是这样。对，因为大家看到说，既然 AI 股现在震荡很大嘛，有没有防御型的投资的标的我们现在2万块的股票，19000、2万块的股票有现在像很多股票，像刚才讲的你会说被动元件涨到1500，有没有？现在1000块、5000块的一大堆啦。现在铜板股就184块大家它会变就说每个股票会变。184块就是说我们5月份平均股价那180块以下的话就铜板股。那它铜板股里面买它有几个东西 ，EPS 要转正。另外它从底部开始冒上来那完以后这个法人大概有所以我们大概有挑了几个，现在最有名就2303的联电，人家已经转到先进制程了，你不要说它是成熟制程那它 EPS 4块5块嘛，应该会往上调高那它也不，它最主要破上次的128的压力区了弄到150几，因为那时候128完又突破完以后，你看历史新高180几的那理论上如果说你 EPS 如果晚上再调高，因为你转型完又获利不会那么快那法人一直买它，所以你看它最近的角度非常多，而且最主要是说我们在6月份股票在跌的时候，它还敢逆势上涨，有一天跌的时候它还涨。人家开低走高涨完又今天涨没有什么稀奇那一天大跌的话，你敢开低走高，群创更可怕是348的群创除息完以后不是被关紧闭，那一天开跌除息开跌完以后，从跌拉到快要涨停板完以后突破60块，完以后它目标价170几历史新高那这2个大概就目前比较低价的，人家想说这个又大支嘛，而且法人又买，只是说像群创 EPS 还没有出来所以现在目标要听说3位数以上的外资也不断的在调高它的目标另外还有一类股就金融股因为我的金融股智卡是他老公司把它合并了，其实金控股票是从91年开始，所以你把它切了91年的话，金控股票现在都创历史新高。创新高，因为假设富邦的话，你看我的智卡以前是老公司，它有比较高，就是讲它100块以上就历史新高。前几天那个国泰富邦股东会完以后，不是开完以后一直跌，当然会跌老板说叫你买 TF， 那我是不是要卖这种股票？可是他今年国泰富邦金是9块9块，国泰我没有弄过来，大概7块多。1到5月份我们的富邦已经赚了6块多
所以理论上今年应该会赚差不多13块左右那他今年配了4块哦，因为既然有那个股票股利，今年没有，可是以现在的殖利率，它也突破了100块吧，100块往又上来，而且你看到美国也是这样，美国的大盘科技股在跌哦，你看美国很吊诡的话，最近Nasdaq 汇办在跌的话，道琼有稍微走高那如果说美国不调利息迟早会调高因为欧洲已经调高嘛，这个礼拜6月17号就会的货币真的它可能持平啦。如果说全世界有要调高利息，对金融股是比较有一个利差嘛所以金融股最近你看很多的你去看那个6月份的外资的进出它因为有卖一些金融股，以前买很多那最近大概应该都是投信外资都会回补他只要卖大盘，因为我们外资到现在6月份卖了3000亿的台股如果3000亿补回来，大盘就会涨上去昨天补了一些的可是他们买都是买到金融股所以金融股这一类股可以琢磨那金融股比较好就富邦金、国泰金，还有一支元大金。大家记得元大金的我的字卡它是富华证金，以前我们证金是富华现在因为我们证券商自办融资融券，所以4大证金公司已经没有所以元大金有成交量有融资意愿，元大金是最好它真的涨到60几块，EPS 大概还维持4块钱左右。今天感谢杜老师给我们这么多金币的见解，谢谢你，谢谢老师。